你好，我是杰，欢迎来到静谋档案。传说中，山妖呢会诱骗小孩子去深山，当心急如焚的大人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往往安然无恙。在日本呢，就有这样一起案件：少女放学后人间蒸发，邮箱里留下诡异的字条，这是别有用心的阴谋，还是主动的离家出走呢？2年后，当他再次现身的时候，却带回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遭遇。这就是日本森林之妖斋藤杏花失踪案。2014年3月10日，日本崎玉县朝霞市晚上，斋藤先生呢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想着自己忙碌了一天，马上能够见到女儿，能够吃到热腾腾的饭菜，他心中疲惫感就减少了很多。到了家门口，他缓缓打开门，没想到屋里一片昏暗，没有人开灯，而妻子呢正坐在沙发边默默的哭泣，不断的拨打电话，另一头呢始终忙音。往常自己一打开门，女儿就会冲到门边，兴高采烈的喊着爸爸，今天却没见到女儿的踪影，她去哪里了呢？斋藤先生询问妻子，妻子红着眼睛说，女儿到现在还没有回家，打电话给同学老师，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下落。另一头，女儿电话呢也接不通，妻子发去很多消息，也没有得到回复。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如果有突发状况或者想去找朋友玩，也会提前征得父母同意。现在怎么都联系不上，担心出了意外，因为怕女儿忘带钥匙回不了家，妻子一直待在屋里没敢出去。斋藤先生顾不上吃饭，赶忙去大街上寻找女儿的身影。热心的邻居听闻后也一起帮忙寻找，但一直没有女儿的踪迹。直到深夜，斋藤先生意识到事情可能更加复杂，于是他选择了报警。案件的主人公也就是失踪的少女，名叫斋藤杏花，从小跟随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在崎玉县朝霞市。她长相甜美可爱，乖巧懂事，从小就很受长辈的喜爱，在学校呢也能和同学们非常融洽的相处，一家3口的生活温馨和睦。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失踪却把这一份平静的美好打破了。失踪的是一名未成年人，警方很重视，立刻安排警员搜寻。与此同时呢，斋藤的爸爸妈妈将其照片制作成寻人启事，张贴在大街小巷。根据学校的监控以及老师和同学们的反应而言，今天一整天斋藤杏花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和大家一起上课，放学后呢自己回家。最近家中呢也没有出现什么变故，他和父母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并且调查后警方发现斋藤重要的个人物品都没有带走，他的身份证、衣服还有零花钱都还在卧室里，所以基本排除自己离家出走的可能。那么斋藤究竟为什么会消失不见呢？难道是被人拐走了吗？如果不是熟人的话，怎么能做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拐走一个未成年少女呢？在调查后，警方发现斋藤身边呢并没有什么可疑的人，除了自己的爸爸妈妈外，就只有老师和学校一些要好的同学，而这些人当时都有不在场证明，这下让警方犯了难，一时间没有探查的头绪。另一边呢，斋藤的爸爸妈妈将女儿的样貌做成寻人启事。斋藤身高1.55米，体重40公斤，有一头及肩的黑色长发。在寻人启事后面还附上了他们的联系方式。从此之后，一家人就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中。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们收到了一些线索电话，但最终都证明和女儿失踪无关。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一家人越来越沮丧，女儿究竟去哪里了呢？就在斋藤先生沉寂之时，妻子的惊呼声打破了他的思绪。他走近一看，才发现自己信箱里存放着一张被忽略了多日的纸条。打开看到熟悉的字迹，纸条上写着，不管是家里还是学校，我都想要休息了，请不要来找我。上面的内容让一家人不敢置信，他绝不相信自己一向乖巧听话的女儿会选择离家出走，这绝对是有人冒充女儿伪造的。但看着上面熟悉的字迹，他们心里还是有些发虚。之后呢，有关女儿的信息接二连三传来。几天后，也就是19日，他再一次收到女儿的消息，这次寄来的是一封信。斋藤先生缓慢地打开，里面的内容和上次纸条如出一辙，大概意思呢也是让自己不要再寻找他。他强调呢自己是主动离开的。斋藤先生不相信女儿会这样做，他将字条和信交给警方拿去化验。很快检测后证明这竟然真的属于女儿的字迹，
女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斋藤先生去学校调查访问，老师同学也没有发现女儿遭遇什么异常情况，也没有交往过密的男同学，在家里呢也没有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对待，为什么会选择离家出走呢？在得知信件是斋藤亲笔手写后，警方呢就便放缓了探查。斋藤先生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他决定自己探查女儿的下落。他和亲人一起在女儿可能会出现的街头发放寻人启事，企图从路过人口中得知女儿的下落，但收效甚微。自己时常呢也会给女儿打去电话，但得到的都是关机的消息，给女儿发去信息呢也从来没有回复过。斋藤先生发现女儿寄来的那封信印有崎玉县上尾市的邮戳，也就是说这封信是女儿在上尾市寄给自己的。好端端的，她怎么会跑到上尾市呢？她在那里又没有什么认识的亲人朋友，更无处投奔啊。担忧不已的家人一起跑到上尾市寻找女儿的下落，他们在当地发放寻人传单，但同样没有任何线索。时间一点点过去，最初痛失女儿的焦虑与担忧已经变成心中隐隐的疤痕。斋藤一家呢也渐渐相信女儿可能是受够了在家中的生活，所以选择离家出走了。他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女儿能够平安健康。然而斋藤先生没想到之后竟然会发生这么多的变故，而女儿呢又以这样一种令人无比心痛的方式重新出现在自己的世界中。2016年2月27日中午，日本110接信中心，这里每个人呢都在忙碌着。高桥刚刚挂断一名试图自我离世的高中生的求救电话，还没来得及喝一口水，电话铃声再一次响起。他接起电话，另一头传来一个稚嫩的女声，背景乱糟糟的。女生喘着粗气，很是惊恐的样子，不断向自己求助，有些语无伦次。听完后呢，他理出整个事件的经过。少女声称自己被一个男子绑架，囚禁了整整2年，今天终于找到机会逃离了那个地狱般的地方，希望警方能够赶紧对她救援。高桥冷静地询问少女地址，并且立刻联系对应区域的警员们出警。此刻呢，他也没想到这将成为一起震惊全日本社会的新闻。很快呢，他就在电视上看到求救少女的面容。电视上的少女看上去非常年轻，有着弯弯的月牙眉和清秀的五官。原来她就是2年前在朝霞市失踪的初中生斋藤杏花。时隔许久，斋藤先生再一次接到警局的电话。他本来已经对女儿寻找不抱有什么希望，没想到另一头的消息令他欣喜若狂，女儿重新出现了。在最初接到消息的时候，斋藤还有些不敢相信，怀疑是警方找错了人。但当他走进警局，看到那个熟悉无比的身影时，忍不住热泪盈眶。很快警员们陪同女儿去医院检查身体，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女儿也诉说了自己这段时间的诡异经历。原来2年前，斋藤杏花放学回家的路上碰到一名陌生人，对方准确说出斋藤的名字，叫住自己后说：“你的父母要离婚了，我带你去律师那里。”当时斋藤呢就感觉不对劲，不愿理会，没想到对方直接将他压制上车。一个初中女孩完全敌不过一个成年男性的力量，就这样被装进车里带走了。后面斋藤杏花了解到，绑架自己的人叫寺内华丰，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斋藤被带去了千叶市道毛学，一直被关在寺内的住宅中。由于斋藤杏花居住的房间从外面被上了锁，而且一直被绑架犯严密监视着，他很害怕自己触怒绑架犯会给自己带来更深的伤害，因此斋藤杏花一直不敢强力反抗，只能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他不知道这样绝望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就在他以为自己一生都要这样度过时，转机突然出现了。今年2月，寺内华丰从千叶市搬到东京都中野区，斋藤杏花呢也跟他一起搬家。但不知道为什么，斋藤发现自己的新房间并未从外面上锁，也许是看自己听话，寺内也给自己一些自由。27日这天，寺内说要去秋叶原买手机，大概6点左右回来，然后就离开了。斋藤杏花鼓起勇气离开了遭到囚禁的恐怖房间，随即逃到东中野车站报案。警方赶来后，他拿出了自己已经躺了2年的学生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斋藤杏花知道学生证将会成为自己获救的凭证，无论如何都不能弄丢它，这也成为了他这2年唯一的希望。
听到女儿的凄惨遭遇，斋藤先生心痛不已，他发誓要将伤害女孩的凶手付出代价。有了嫌疑人的具体地址和身份信息，很快警方就锁定了他。就在一家以为能够给女儿找回公道时，令人失望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崎玉县警方28日清晨以诱拐罪对现年23岁的四类华丰发布了通缉令，并成立约100人的搜查队伍，对其位于东京都中野区的住宅进行了搜索，找到了绣有斋藤信花姓名与国中校徽的校服，加上受害人的指控，这足以说明四类嫌疑人的身份。但是四类的住宅中并没有发现他的身影。就在警员们动身准备逮捕四类时，他们接获了一则线报，令所有人惊愕不已。静冈县警方于28日凌晨3点左右获报，伊东市街上出现一名全身鲜红的男性，该男子发了疯一样伤害自己的头部，他就是这场案件的嫌疑人四类华丰。在逮捕他后，警方将他送往医院治疗。为什么四类要做出这样的行为呢？警察审问后得知，四类那天晚上准备畏罪离世，深入调查后发现，在这个嫌疑人身上竟然存在着这么多的矛盾点。在学校里，他一直都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做事认真，遵纪守法，没人会想到他竟然会做出绑架少女并且在家中囚禁2年的事情。更诡异的是，这2年中呢，他没有缺过1节课，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一样。这2年里，他经历了搬家，但却将这件事情隐瞒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一位邻居发现他家中的异状。2017年8月29日，该案公审，而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在了法庭上。公审中，被告四类华丰的刑事责任能力成为争论点。经过地方法院鉴定，他患有重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裁定他有刑事能力的话，四类将以涉嫌诱拐罪致其遭受严重创伤等罪名获刑15年。就当所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起普通的诱拐案件时，开庭的当天，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当日上午10点半，审判长、陪审团双方律师依次入场。然而就在此时呢，法庭上却飘出一连串奇怪的呜咽声。众人发现被告席的四类肢体表情极其不自然，嘴里还发出怪声。在陪同律师的提醒下，他又恢复了常态。但是当审判长提问四类姓名及年龄时，23岁的四类又再次变得诡异起来。他用一种低沉嘶哑的声音说：“我姓大谷，16岁。”审判长一愣，再次询问一遍，结果四类脸上居然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说道：“我是森林里的妖精。”这样的回答让他的辩护律师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明显不符合他的真实情况。审判长继续问他是哪里人，随后呢，四类表示自己祖籍在和山县那智瀑布。他所说的是日本3大瀑布之一的那智山瀑布，这是非常著名的朝圣景点，也是传说中适合修行的地方。这个地点呢，似乎十分符合他自称妖精的人设。随后呢，四类总是重复一些和问题无关的回答，不得已，审判长只能将审判日期延期。四类诡异的表现让律师抓住了时机，为他申请减刑。但是无论如何，他最终呢都无法逃离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最初少女被绑架、被妖精囚禁2年的消息席卷了日本社会各大新闻媒体。但随着嫌疑人身份的确认，审判休庭，导致事件的热度一再降低。最终呢，斋藤信花失踪案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中。